从医学的一个角度，我们目前可以把它诊断为是一个临终的一个阶段。您认同这一点吗？这是一场迟到的临终关怀咨询，咨询的对象是我不久前去世的姑姑。姑姑离婚后一直是独居状态，因为肝硬化晚期，她在老家河南县城的一个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被劝说回家。2个月后，姑姑在痛苦中离开，很遗憾，那个时候的我没能做点什么。从那之后，我开始主动关注癌症和死亡相关的议题。我想知道，如果有另一种方式离开，姑姑的最后一段人生本可以是怎样的？如果被迫居家临终，身为家人的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大家好，我是一名临床医生郭艳茹，我的工作是帮助患者有尊严、有计划的死亡。刷了大量相关视频后，我找到了河北沧州的一家医院，我打算还是用姑姑的案例去咨询一下。你好，请坐。来帮我姑姑咨询一下。我刚才看了一下您带过来的这个病历和资料，患者是一个女性，50岁，我看有多发的腹水，然后还有转移。现在看到的情况应该是一个肝癌晚期。诊断结果和之前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没说回家吧。我们在临床上目前可以把它诊断为是一个临终的一个阶段。我是认同的，我姑姑自己和我父母他们还是可能会想，也有些艰难，是吧？因为肝腹水肚子多大，弯不下腰，那我看着真是受这个。他回家之后情况越差，你有跟他聊过这件事没有？就是聊过这？没有，人家只想着等西医别这了，我要得是中医调。很多这种病人和家属，他观念上他可能还是难以接受。可能我说了3-5分钟，这个患者家属有可能就会说，郭主任，我还有点别的事，我先走。出去之后，他就会跟他的家属说，这个医生不会看病，咱们去别的地方吧。现实情况中，病人常常被隐瞒病情继续治疗，但当病情进入晚期，原来的治疗不仅无法改变结果，还可能带来痛苦。让他舒适有尊严的离开，也许是更需要做的事。这个是我在临床上经常会用到的，和我们患者和家属来交流和沟通患者最后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更好的照顾他。郭医生提到的这份资料是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一份文件。我的5个愿望，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朋友和家人知道什么，我希望谁帮助我。然后每一个愿望下还有很多细分的小的愿望。向病人或家属介绍生前预嘱的目的，就是帮助病人明确自己的需求和心愿，把选择权交回给自己。在实际的沟通中，他们会用到另一个工具。这是一个安心卡，然后这4个花色呀，是从我们身心社灵的角度出发。比如说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您认为您需要去解决的一些事儿，不希望身体上有一些痛苦，然后去选择的一些事儿，您可以从这4个花色里面选，每一个花色选3张牌。4种花色的卡牌分别代表身体、人际、心灵、财务等方面的需求，对不善表达的人来说就方便很多。这个黑桃就是代表的是身体。对，家属看到患者很疼的话，他可能自己首先选的就是说，我不想让身体受苦。我想如果让姑姑选，她肯定也不想受苦。说这个吧。这个我希望死得有尊严。您认为就是生命有尊严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不要吃那种插很多管子，就也不要有创伤性的那种抢救，然后在比较舒适的环境里。最后
这些需求会通过一份表单再次得到确认。入住安宁疗护病房后，病人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被治疗和服务。中国人大部分生命是谁做主？子女做主，配偶做主，就不是自己做主。那怎么样才能自己做主？我清醒，我明白的时候，拿来这个照护选择单，我自己来选。无论是这种，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任何的形式，都是引导他做出一个更合理的一个选择。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舒服。我想知道怎样才能让临终病人没那么难受。如果姑姑有机会住到这样的病房，她会接受哪些服务？于是我在病房观察了1周。医生说他们会帮病人做3件事：控制不舒服的症状，提供舒适的护理，以及心理和社会支持。而这需要医生、护士、社工3方的协作。昨晚上又闹疼了吗？疼了。哦，厉害吗？不是很厉害。哦，看现在走的都是加了一点量又。不过我觉得它整体比来的时候那个疼劲儿要好很多了。疼痛是癌症晚期患者最常见的不适症状。在安宁疗护病房，医生的首要任务就是评估和止痛。针对不善表达的儿童患者，还要用到一些工具。这是我们在这个癌痛的治疗里边应用非常经典的一个面部表情评分的一个工具。根据这个，我们来去制定它的一个治疗方案。此外，不同阶段的患者止痛方案也不一样。初期一般可以通过口服药缓解疼痛，对患者来说，它既省钱又方便。随着病情的进展，可能需要加上贴剂和镇痛泵。到了末期，病人可能会出现难治性痛苦，癌痛、呼吸不畅，伴随长期卧床的压疮，这是一种无解的痛苦。郭医生说，他们会在镇痛的基础上加上镇静药物，让病人尽可能舒服一点。翻个身让我看一眼，看看皮肤。因为安宁疗护本身病人来他就很难受，就是大家一能够体会到这样的病人他的难点，第二还要想到能为他们多做什么。看见啦，看见我棒棒糖了吗？要不要？一会儿睡醒了妈妈给打开好不好？要不要呀？我放在你这儿啊。咦，哎呀，有事找我了啊。好嘞。在安宁疗护病房，社会层面的支持也同样重要。他们搭建了一个志愿者团队，分担病患医疗之外的小小需求，比如理发。对于咱们来说，理发是再小不过的一个事儿。对于一个躺在床上，连坐起来都困难的人，又想有尊严的死亡，理发对他来说就特别重要。我们还要看到人的需求，他怎么样去安排他的老人、他的孩子、他的工作、他的心愿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个都非常重要。这些服务都被整合在安宁疗护科的照护选择单里，让病人在离世前更有尊严地活着。我和姑姑没有最后的告别，在最后一次聊天结束时，她说有人来了，回头聊。我因为工作没回复，再过几周她就去世了。在病房的这一周，我发现这种遗憾可以被避免。我有一个1T 的硬盘，存着每一个文件夹，比如说某某的生日啊，或者是谁谁的舞会啊，谁谁的金婚啊，或者谁谁日常的一些个照片，也是愿意留下这些美好的瞬间。在安宁疗护病房，他们还会帮助病人和家属做另外一件事，实现心愿，做最后的告别。我们医院到夏天开花的时候是很漂亮的。他说我用几天的时间给妈妈做一个画板，在大家的见证下，我想跟妈妈说一说心里话。最后我们给她准备了一个大蛋糕，后边写上了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这是她女儿原来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我们就给她打在那蛋糕上。这一张就是她做的那个贴画板。我们做完活动又过了2周，母亲就去世了。其实这一个小故事是我们这4年以来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故事，就觉得你看我每谈起他们来的时候啊，哎呀，没事，不要紧，谢谢。经过1周的观察，我发现虽然这所医院位于3线城市，但它探索出的安宁疗护的流程已经很完整了。为了顾及不同需求的患者，
除了开设100多元的单人病房，医院还从有限的床位中批出了惠民病房，床位费1天19元。但这样的医院毕竟还是少数。据报道，安宁疗护等相关服务在我国的人均覆盖率不到1%。如果有这样的现实需求，身为家人的我们能做些什么？这个时候，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条视频，我联系上博主，想听听他对普通人的建议。我在做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可能也想跟家人聊，但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开口。我跟他们讲的安宁疗护就是让病人更加有尊严、更加舒适的离开，但是这个同时呢，也是尽量的减少病人本身自己和家属的一些遗憾。抛出这个事情，如果他们有兴趣了，我会继续聊。如果病人和家属接受这个理念，就可以去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如果是在家里面去做安宁疗护的话，探访护士或者探访医生这种资源是比较少的，可以查一下当地的卫健委的官网去找，它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病房，或者提供一些服务。我现在在洛阳市卫健委的官网搜索，我们老家是有一个安宁疗护的试点的，但应该还没有上门的服务。如果仍然无法入住病房或者获得上门服务，妥协的办法就是看看在家里能否控制疼痛等症状。现在在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安宁疗护人均可获及的这个程度相对来说还比较低的状态下，那这个时候其实获取阿片类药物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和关键的问题。郭医生给的建议是，拿着身份和诊断证明到医院的疼痛或肿瘤科室咨询用药建议，同时办理麻醉药品使用卡，方便后续开止痛药。医疗需求之外的心理和精神支持是家人相对容易提供的。其实听觉是病人最后丧失的功能，所以跟病人多说说话是最简单且最高效的事情。我们聊的内容，一方面是帮助了病人本身，另一方面是帮助了我们照顾者本身有释怀的感觉。俺大姑最后走了也可难受，所以我现在做的都跟这有关，都是叫人在走之前都是尽可能的舒服，不能难受。这个也行，有时候能提供开来，能造福一部分人。那叫造福，就是减少痛苦。减少痛苦，对，那不是造福了，也是好事。对，那是。在沧州的最后一天，刚好赶上他们居家安宁疗护的启动仪式。我们这个一朵居家安宁疗护的这个项目正式启动。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位捐赠代表的发言，他说这次筹的钱不多，只有2万多块，但郭医生的团队表示，这些钱能帮他们给临终病人做100次的上门服务，先启动再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那个被讲述了无数遍的故事，小男孩捧起困在水坑里的小鱼放进大海，别人说这么多鱼肯定救不完，谁会在乎呢？男孩捧起一条鱼放回大海，说这条小鱼在乎。感谢你看到这里，我是本期的视频编导圆圆。在这期视频里面，我们试图总结出一个理想中的安宁疗护流程，但在实际情况中，很多病人一开始就被隐瞒了病情，就像郭医生说的，没有办法自己做主，或者是观念上难以接受，再或者是根本无法获取这样的服务。这些改变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很多人的努力，但我们仍然希望这支片子里的流程或建议能够帮助到一些人。当那个时刻来临的时候，想想我们能做什么。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3、4线城市的医院也探索出了很独特的安宁疗护科的运营模式，同时也面临不少的问题。我们还做了一支视频，从3、4线城市的角度来出发，介绍安宁疗护的推广现状，会在近期上线。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